二饼。碰！老牛等这张牌等的脚都痒了，3条。碰！老牛，你这爆竹脾气何时能改？少废话，快摸牌！主人去后山采药了，算算时辰，他快。主人回来了。快收，别让主人发现了。奇怪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平时这几只畜生不是挺闹腾的吗？我叫林凡，本是个普通的现代社畜，半年前莫名其妙穿越到了这个修仙世界。可惜我既没有绝世神体，也没有修仙资质。为了在这妖兽横行的深山里活下去，我只能在这儿盖个木屋，靠种地、采药、养鸡生活。虽说没办法长生久世，不过闲云野鹤的日子也不错。吓死本尊了！主人的修为早已返璞归真，一言一行皆是天道压制。若非他栽培，我等怎么可能成为一方至尊？谁说不是呢？上次主人随手扔给老牛一把枯草，里面的生命法则差点撑爆了我的内丹。主人定意识了焉在仙界的纷纷扰扰，所以才下界游戏红尘，体验凡人生活。咱们配合演戏便是，万万不可扰了他的兴致。有人吗？修仙者。哦，这小丫头竟是天凤血脉，妖族的至高血统。这种血脉据说生来便可号令万妖，一念可让百兽朝拜。血脉不错，不过也就能号令一些普通妖兽而已。在我等面前，他要是敢起驾驭的心思，怕是会被反噬成傻子。为何我的神念扫上去，没有遇到任何阻碍，却也得不到任何反馈？这情况绝对不正常。师父说过，这世上最高的境界不是强大，是返璞归真。真到了那一步，看上去便跟凡人一般无二。但你若拿神识去探它，看到的就是一片虚无，因为它已经和天地同贼了。你探它，就是探天地。难道此等横断万古的人物，让我给遇到了？前辈，晚辈柳青言，天凤山第37代传人，遭强黑风宗追杀，重伤在身，求前辈救命！你先起来，别跪，我受不起这个。找对人了，连站在他身边伤势都能缓解，这不是绝世高人是什么？求前辈，您收留我一晚。姑娘，我不是什么前辈啊，我连你 cos 的是谁都不知道。行了，正好，来喝口水。这是本源真液。据神农古卷记载，本源真液一滴可洗髓伐脉，3口可重塑根基。可眼前这个粗瓷碗里，满满一碗，至少200滴。最关键的是，此等天才地宝，竟用一个缺了口的碗装。多谢前辈。喝吧喝吧，你看你嘴唇都起皮了，可坏了吧？伤势全好了，破损的经脉也尽数恢复，甚至还突破了一个境界。前辈救命之恩，柳青言没齿难忘。这碗大道元液足够让晚辈的境界再破一层，甚至有望冲击天凤血脉的第3重觉醒。大道什么？这丫头烧糊涂了吧？乱说什么呢？饿了吧？你等着，我去做饭。正好昨儿在后山挖了点山药，炖个鸡汤，再炒俩青菜。等等，前辈要亲自下厨。
这个叫什么龙牙米，名字倒是挺唬人。不过煮粥确实好吃，黏糊糊的，比超市买的强多了。这是龙牙米，真龙巢穴的龙骨缝里才能长出来的灵米，每粒米都浸染过龙息。据说当年某位龙族太子娶亲，聘礼里就放了半斗龙牙米，已经是震动四海的宝典了。前辈用缸装，还当主食吃，这任何修仙界的大能看到，估计都会嫉妒到吐血吧。姑娘，你家住哪儿来着？我随便做点，没啥好菜，你别嫌弃啊。不嫌弃，晚辈荣幸之至。你跑进来干啥？今早那2颗蛋我收了，该下新的了，去窝里下，别在这捣乱。我没事在主人面前瞎溜达干什么？哟，又下1颗。今儿这鸡怎么回事？超常发挥，这壳颜色还挺好看，回头留着，凑够了蒸个5色蛋羹尝尝。这分明是五彩鸾鸟的本命妖卵，千年凝一枚的至宝，前辈要做成蒸蛋羹。仅只是闻了一口，我的境界关卡就有了松动。来，趁热吃，就俩才，别嫌弃啊。突破了元婴境，别人修炼上百年求而不得的境界，我仅仅只是喝了2口水，吃了1顿饭就做到了。不行，力量太强了，我的身体承受不住。你吐血了？我就说吃太快了容易呛着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前辈大恩，柳青岩永世不忘。晚辈斗胆还有一事相求。柳家危在旦夕，黑风宗3日后就要炼化凤羽令，求前辈出手相助，救救柳家满门。行，那什么黑风宗是吧？你跟我说说，他们人在哪儿？我去帮你说和说和。这姑娘病得不轻啊，实在不行我帮她报警了。前辈，我们何时出发？这丫头还当真啊！我手无寸铁的，过去能帮上什么忙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办，这些天怕是没时间过去。前辈口中的要事，必然是石破天惊，事关天下苍生。可是家族那边岌岌可危，那前辈可否赐我一件信物？晚辈只需将信物带回去，族中长老见了便知您老人家坐镇，黑风宗那帮贼子定会退避三舍。信物？我穷得叮当响，哪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？要不我给你画幅画，我画画还凑合。好的，前辈请便。这孔雀大明王灵羽，我记得师父说过，佛门孔雀大明王曾脱落过3玉命灵羽，每一根都蕴含着大明王的佛性与孔雀一族的本源神通。九幽墨，取自幽冥血海最深处，亿万魂魄凝聚的墨汁，一笔落下可通阴阳。这是万年灵木的心才做的纸，木心是整棵树生命精华所在，取下来制纸，这张纸本身就是一件绝佳的承载法器。不错，挺可爱的。喏，信物，你拿这个回去给黑风宗的人看，告诉他们现在我罩着你，再敢欺负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先将这丫头应付过去，话肯定是没用的，但等她发现后，还能跑回来打我一顿不成？前辈厚赐，晚辈铭记五内。这幅神图在手，柳家之危必解。别一口一个前辈了，叫我名字就行。赶紧回去吧，你家人还等着你呢。晚辈明白，林凡前辈，后会有期。再给你们一炷香，凤羽令交出来，留你们全尸；不交，我拆了这座山，刨了你们的祖坟，把天峰山满门炼成魂幡。爹，护山大阵撑不住了，
最多还有半指茶的功夫。成。青岩去玄清宗请援了，只要他能带着援兵回来，我柳家就还有希望。他就怕妹妹半路被黑风宗拦截。莫说援兵，自身都难保。烈！住手！云中起，大小姐突破了！小丫头居然还突破了，有点意思。不过区元婴中期也敢在我面前站着说话，跪下！小丫头，你是出去跑了一圈，脑子跑坏了？拿一幅儿童画回来当救兵，你是想笑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黑风宗吗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闺女，这是哪儿来的宝物？父亲，女儿遇到了一个绝世大佬。你说他用紫阳神木烧火，是龙牙米用钢桩当主食，是五彩鸾鸟是他养的母鸡，每天给他下蛋，是。此等人物到底是什么境界？简直无法想象。这嘴的角度往下倾斜45度，你们说这是不是暗示某种天道韵律？我瞅瞅那米粒一共23颗，23这数字有没有讲究？上古有23重天，每一重天是一方大千世界。你看，鸡啄1粒米就是吞1重天，23粒全部啄完，那就是把整个上古天界给吃干净了。都给我安静！青岩，你再说说，那位前辈平日里都做些什么？越细越好。他清晨起来喂鸡，然后给那老黑牛添草料，再去羊圈挤奶，最后遛一遛那条黄狗。喂完了就去后山砍柴、挑水、种菜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与天地同频，与万物共息。每一件事都是修行，每一息都是道法。他在种地，种的是天地灵气；他在喂鸡，喂的是因果。鸡吃米，米生鸡，轮回往复。他每日喂鸡，就是在梳理因果线。那他养的牛呢？大力牛魔，一头牛每天替他耕那1亩3分地。你们想想，牛魔离地，离开的是什么？大地脉络。他在用牛魔的蛮力梳理地脉灵根。他每天挑水，挑的怕不是碧落黄泉9天瑶石中的水。所以，此等人物，我们该怎么拜见？轮回玉，还有那棵千年老桃树，这2者是我柳家传承下来的至宝，就用这些吧。咱家也没有其他能拿得出手了，就按老祖宗说的办。出发！大黄，起来起来，别装死！你昨晚上偷吃了灶台上那块肉骨头，当我没看见，还装睡。这阵仗冲我家来的。柳家第37代老祖柳山河携全族嫡系子弟叩见前辈。天凤山现任家主柳元敬，叩见前辈。叩见前辈。柳姑娘，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这些都是你家里人？林凡前辈，青岩幸不辱命，已带全族渡过难关。今日老祖与父亲率全族前来，只为向前辈谢恩。不是，我还以为就柳丫头精神有问题呢，合着整个柳家的人都有问题啊！前辈，此乃我柳家传承万载的至宝轮回玉，内含一丝生死轮回的大道真意。此玉虽贵重，却不及前辈恩情之问一。此等神物，唯有前辈这般横断万古的存在才配拥有，求前辈收下。请前辈收下，
若无前辈恩赐的神图，我柳家早已灭门。此玉虽贵重，却不及前辈恩情之万一。什么轮回玉？不就是一块水口好点的绿色石头吗？这家人送礼怎么还送玉石原石？我又不会解释，拿去当压菜石都嫌硌手。行吧，随便吧。老祖，快收起来吧。前辈何等人物，连洗髓伐脉的大道原液都用缺口粗瓷碗来装。这轮回玉在咱们眼里是至宝，在前辈眼里，怕是跟路边的烂石头没区别。青烟丫头说的对，是老朽浅薄了，竟拿这等俗物来玷污前辈的法眼。老爷子，您这头发胡子都白了，拜我一个年轻人，这不是折我的寿吗？而且我也不是你们说的前辈，你们瞧瞧，我每天在这山里砍柴做饭，衣服破了还得自己缝，你们真认错人了。青烟，前辈这是何意？是在下逐客令吗？父亲，莫慌，前辈自称普通，其实是在点化我们。真正的至高大道不在9天神境，而在这最平凡的柴米油盐、红尘烟火之中。普通，原来如此，大道平平，大巧不工。前辈，晚辈悟了。前辈这是在教导我们，修行当去浮华，归于本真呐。前辈苦心独艺，以凡人之躯示人，点化我等迷途修士。柳元敬拜服，谢前辈点化之恩。怎么跟你们说你们听不懂呢？这样吧，你们跟我过来，我亲自给你们展示展示。来来来，老爷子，您进来瞧瞧，我这家当都在这儿了，您看看哪样东西跟高人沾边？您看这堂屋墙皮都掉渣了，再看这桌子瘸了一条腿，底下垫了块瓦片才稳当，椅子坐上去都晃。我正打算劈了当柴烧。前辈，那棵树，你说那个啊，后院坎底下刨出来的，不知道什么品种，歪歪扭扭的也不好看。本来想扔了，但瞅着那几片叶子还挺嫩的，就先养着吧。这是传说中的扶桑，修行焚天大道功法的至宝。继续看，继续看，这边是我平时干活用的东西。这是太阴月华杵，好浓重的月华气息。这锄头前2天翻地的时候刨到石头了，卷了个口子，我还没来得及磨。老爷子您别碰，铁锈蹭一手。这是什么刀？好恐怖的气息！这刀好用，劈柴不费劲，就是刀沉了点，每次抡完了胳膊酸。老爷子您怎么了？是不是站久了头晕？前辈，这些都是您的杂物。都是杂物啊。有了，这帮人认定我高人，无非是因为那些物件看起来不一般。那我干脆当着他们的面儿，认认真真干一回农活，总做不了假吧？你们瞧好了。开天！我突破了！哈哈，老夫卡了几十年的瓶颈也突破了。咦，云散了，今天天气还真好。你们看，我这就是个柴火，劈完了出汗，哪有你们说的那些？前辈开天辟地，今日一刀，晚辈参悟了无为而无不为的真意。前辈连天象都随心意而动，这份举重若轻的功力，晚辈纵是修10000年也望尘莫及。前辈，柳山河斗胆，待天凤山柳氏全族372口，恳请前辈收留。从今往后，柳家一切资源任由前辈调用，求前辈收留。这群人怎么说什么都不听？算了算了，你们爱干嘛干嘛吧。晚辈叩谢前辈，愿前辈仙寿无疆，大道永长。有完没完？天天这么喊，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？柳姑娘，算我求你，让你家那些人消停点，
每天早中晚3次，频繁喧哗，实在扰人情境。林凡前辈息怒，族人们只是感念前辈的开示之恩，绝无打扰之意。你要是真想谢我，就让你家那些人消停点，实在不行，让他们去种地去也行。多谢前辈，晚辈这就去告知族中长辈。你真要跟我学种地？那是自然，不仅种地，我还要跟着前辈学习砍柴、做饭呢。行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别喊苦喊累。龙要直，坑要匀，种子不能埋太深，分寸拿捏妥当，作物才能扎根生长。不过寻常农活，竟也藏着这般细致门道。握稳刀柄，发力沉稳，一刀落下便可劈开木柴。青岩姐在劈柴，那可是咱们柳家嫡女，怎么做起粗活？闭嘴！那是前辈在传道，你想学还没这个机会呢。青岩，你的经脉怎么全好了？而且这修为竟然直逼元婴后期。祖父，前辈今天教我种地、砍柴，让我对功法领悟又深了几分。不仅刚刚晋升的境界稳定下来，还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造化，真是我柳家的天大造化！前辈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顺应凡尘便是大道。全族听令，青岩跟着林凡前辈种地3天，修为精进，暗疾全消。这证明什么？种地就是修行，就是无上大道。所以，从今日起，我们都要跟着前辈种地劈柴。父亲，您当真要让化神期长老、元婴期弟子全部扛着锄头去刨土？这若传出去，南域修仙界如何看我柳家？愚蠢！修仙界的看法重要，还是前辈的看法重要？即刻起，全员开荒，谁种得好，重赏；谁敢懈怠，吃斋3个月。笑死本神鸟了！那个化神期老头居然把灵根当杂草给拔了。那个女弟子饮水浇田，结果法术失控，把自己冲进了泥坑里。完了，我把刚长出来的仙的仙当杂草薅了。这水系法术怎么停不下来啊？别催生了！再催生，我要被这灵藤勒死了！不要慌，这是前辈对我们心性的考验。凡尘劳作，皆是修行。天降祥瑞，前辈的灵琴亲自为我灌顶，柳家弟子继续给我挖。柳姑娘，你家那些人是在拆山吗？动静这么大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不认识他们。青岩，我受够了！我是修仙天骄，不是泥腿子。你看看我爹，他顶着那泡鸟屎站了2个时辰，还说是造化。他疯了，你也疯了吗？青云哥，3天前是谁第一个跪在院外求前辈收留的？那是因为我以为这里有通天法门，结果呢，天天就是种地、刨土、浇粪，这和凡人有何区别？我柳青云的尊严不能丢在地里。那我问你，你卡在元婴中期整整10年的瓶颈，昨天傍晚收工时，丹田是不是动了？言尽于此，别让尊严挡了你的仙路。竟敢质疑我的主人，哼！让你进畜生道去享享福。前辈饶命！我这就去种地，这就去种地。启禀大长老，柳家全族放弃修行，
正在万妖山下开荒刨土，毫无防备。柳山河这老东西，不修术数，跑去当凡俗农夫，真是天助我也！点起500精锐，随本座出征，今日便铲平柳家，夺其资源，占其灵脉。是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你看那个洗煤气的弟子，前天灵力还斑驳不纯，今天竟然浑元一体了。还有那个老头，翻了3亩地，气都不喘一下。大长老的意思是，障眼法，这定是柳山河那老狐狸故意摆出来的农耕大阵，引我们上钩。传令下去，全员布置3阴锁魂阵，祭出本座压箱底的3件灵宝，直接将这方圆10里轰成齑粉，休想骗过本座。是。今天这蝗虫怎么这么多，还黑压压一片？前辈饶命！晚辈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前辈，请前辈恕罪。你这是干嘛？来帮我除虫的？是，我们是黑风宗除虫队的。刚才那是我们特有的除虫法术，动静大了点，惊扰了前辈，我们这就改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，地里刚发了芽，别踩坏了。前辈，此人眼神阴鸷，恐有后患，为何放他离去？人家大老远来帮我除虫，虽然法术动静大，但也是好心，我还能打他不成？林凡，那家伙绝不可能是凡人，我们惹不起他，但可以让别人去惹。大长老的意思，散布消息出去，就说万妖山深处发现上古仙人洞府，不仅有惊天传承，还有无数能让人白日飞升的神药。顺便把消息送去血魔宗。血屠那个莽夫平日里最是贪婪狂妄，告诉他，柳家全族已经入驻万妖山，正欲独吞宝藏，他绝对坐不住。哈哈哈哈哈！上古洞府，柳家那群废物守着金山，竟然跑去种地，真是暴殄天物！还我宗主令，点齐3000血兵，随本座踏平万妖山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是。柳山河，交出上古遗迹，否则本座今日便让你柳家化为乌有。大清早的，这蝗虫怎么还变红了？真倒霉！今天地里还要扫落叶呢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碍本大爷的眼，给我死！今天风真大，赶紧扫完回去补个觉。别碰我！刚刚那一击是法则之力，是天道显化，此人深不可测，绝非我等蝼蚁所能抗衡。从今往后，万妖山方圆100里，血魔宗封山绕行。遵宗主令。废物！血魔宗全他妈的是废物，连试探出对方的深浅都做不到。本座就不信，这林凡真能在这南域只手遮天。大长老的意思是，去天机阁找莫叔子，他手中的太上之宝赵真境，号称能洞穿世间一切虚妄。莫叔子平生最恨坑蒙拐骗之徒，若是真有人装神弄鬼，定会前去揭露。你带上宗门仅存的3枚万年血珊瑚去见莫道子，就说林凡不过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
全靠身边的上古妖兽当托。只要能用照真镜定住那几只畜生，林凡便如同待宰羔羊。阁主大人，这是我们长老送你的礼物。那林凡就是个欺世冒名之辈，真正厉害的是院子里的鸡鸭牛狗，那其实是伪装的上古大能。只要您用照真镜照出他们的本体，哼！本座一生致力于勘破天机，揭露伪君子。若这林凡真是个骗子，本座定用照真镜让他在天下人面前现出原形。这全都是纯血的上古神兽。前辈饶命，晚辈知错了，晚辈愿意留在山下开荒，求前辈放我一条生路。本座不靠近你万妖山，但本座这万魂噬天阵可隔空取人首级，10万厉鬼怨魂的阴煞之气，本座看你拿什么扫？只要灭了你林凡，那满山的宝物神兽就全是本座的。全员随本座出发，此战不成功便成仁。是，起阵！以我黑风宗满门气血为祭，召10万亡魂，杀！结阵，全族护盾打开。这力量绝对达到了大乘期巅峰。那姓殷的小辈总是大呼小叫，吵着主人睡觉。没事儿，他已经经脉尽碎，在100里外的碎石堆里等死了。昨晚这雷打得真邪乎，怎么天一亮地上下了这么多绿色的霜？奇了怪了。算了，今天还要去山腰挑熬水，赶紧把粥熬好。10万亡魂，连一丝波澜都没激起，那4只加起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本座还没输，这是黑风宗初代老祖留下的万魂禁忌令，大不了本座把命筛给九幽恶鬼。老祖显灵，借我吞天魔功！林凡，本座今日便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林凡，你这个只会躲在妖兽身后的缩头乌鸦，滚出来受死！柳姑娘，这南域的天气怎么说变就变？刚才还太阳暴晒，这会儿又要下暴雨了。前辈，那是……快，帮我把晒的衣服收一下，这风大，一会儿该吹脏了。给本座灭！不，那是世界树的树枝，你竟然拿世界树当晾衣杆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你这家伙怎么不看路啊？我好不容易种熟的白菜，你给我赔！你这家伙怎么不看路啊？我好不容易种熟的白菜，
你给我赔！前辈说了，你压坏了7棵白菜，今天之内你必须用井水把这些新苗补种上。要是死了1棵，罚你多种10棵。老殷啊，你这土踩得太实了，白菜根呼吸不了。你看我这3天种的红薯长得多好。根据本座的照针算法，白菜每隔2个时辰需要浇水3瓢，水流要细。你刚才那1瓢力道重了，容易把幼苗冲垮。你们2个，一个是血魔宗宗主，一个是天机阁阁主，在这教本座种地？种地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些白菜在外面能拍出什么价？这可是仙源，好好干吧。能在这儿当个杂役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幸好本座在来这里之前跟血煞门打过招呼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他们也会过来陪我们种地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门主，黑风宗与血魔宗都折在了那万妖山。那林凡看似凡人，实则极度狡猾。狡猾？本座平生最喜杀的就是这些自命清高的隐世神明。本座手中的屠神刃，已经饮了12位绝世强者的血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启程，踏平万妖山。这石头怎么有点硌脚？这是9天玄母混沌石，你拿混沌神石来垫脚。哎呀，我的垫石头怎么给碰碎了一角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找到最平整的一块。这是9天息赏，为什么这里的泥土能化形？哇，这些泥巴竟然被我捏活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难道我也有捏泥人的天赋？救命！让这些土人停下！我服了，我投降！这是圣人的手段啊！不打了，这辈子都不下山了。这小子果然来了。叔父啊，种地这种好事儿，怎么能忘了好兄弟呢？挺整齐啊，像军训一样。嘿，你们还挺有灵性的嘛。给你们起个名字，你排头第1个，以后你就叫阿大，你是班长。后面的是阿2、阿3、阿4，一直到阿72，记住了没有？真乖。今天起，阿大负责给白菜浇水，阿2负责除草，阿3你负责监冬。谁要是偷懒，直接来向我汇报。我去给你们编几顶小草帽遮太阳。那边浇水。本座当年屠城3日，血染千里，如今竟然敢要给一坨泥巴当马骑！哎呦呦呦，轻点儿！小祖宗骑得舒服吗？要不要本座给您颠2下？看那魔头堂堂合体期，给泥巴当马骑，本座要笑死了。他内心在喊：本座当年也是个大将军。这句话他已经在心里循环重复了3000遍。此子经历此劫，道心虽然碎了，却意外契合了农道，也算是他的造化。青云，为父拿着白菜回去研究3天，这3天之内，任何人不得敲门。爹，你偷前辈的菜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胡说，这能叫偷吗？就说是前辈的泥人送给我的。这白菜上的道韵比为父枯坐500年有用100倍，神迹，简直是神迹！前辈种的白菜，竟然是一部活的无上功法。家主，您的修为突破到大成期了。一颗白菜，仅仅是一颗白菜，前辈这是在以农传道，点化我柳家呀！晚辈玄天宗大长老，听闻此地有神物，特来求购一颗道源白菜。要买菜自己去地里摘，别踩坏了我的苗。这修仙界的人都疯了吧？不求神不求佛的，来我这儿求一颗大白菜。多谢前辈恩赐。
这白菜内的天道纹路竟然能完美补全我玄天宗失传1000年的玄天功。行了行了，别跪着，挡着我喂鸡了。拿了菜赶紧走，一会儿天黑了。此乃天道显化之物，传本座法旨，万妖山从今日起，便是我南域修仙界的无上圣地。谨遵宗主法旨。吵什么吵？地里有的是菜，要菜自己种去。种子给你们了，别天天聚在我门口闹腾。我的瓶颈松动了，我看到了完整的天道碎片。这树长得挺快，看来这里的土质确实不错。我不要拉布！别打我，我不是驴。刘管家，这人是不是有什么癫痫？赶紧抬出去，别脏了院子。怎么又打雷？这晴空万里的。哎呀，地震了！大家注意安全啊！我有罪，我不该心存贪念。这世界的人抗压能力这么差吗？刘管家，给他安排个帐篷歇歇吧。规矩立在这里，看你们还吵不吵？道友，您先请。不敢不敢，见道友远道而来，您先请。和气生财，大家排队，千万别惹前辈不高兴。难道是我误会了？这些人还是挺讲文明、懂礼貌的嘛。先天道胎，世界数作亮一杆，有点意思。诸位，那个黑袍人，我看不透他的来历。本座也感受不到他身上有任何一丝灵力波动。最诡异的是，此人没有新生。九幽，救我！我炼制灭世血丹被天劫反噬，宗门毁于一旦啊！往旁边去，你挡着我白菜晒太阳了。你可是黑风宗大长老啊！吃了，然后下山排队种地去。前辈说了，想在山上待着，就得学会自食其力。这白菜里竟然有天地法则！你真的在享受种地？种地多好，白菜永远不会背叛你，也不会反噬你，它只会越长越好。咦，这人怎么看起来有点面熟？前辈饶命，晚辈知错了，晚辈再也不敢了。哦，你是之前那个带人来帮我捉华虫的除虫队队长吧？上次真是谢谢你们了。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被雷劈了？除虫队，这人情绪可能不太稳定。刘管家，带他去旁边安静的帐篷休息一下吧，别大喊大叫的，容易吓到人。用有机肥，有机肥养分足，能强壮白菜的根基。放屁，灵肥才是王道，能让白菜的叶片更快诞生道纹。老祖宗，宗门现在群龙无首，大家都在等您回去主持大局呢。回什么回？没看见老子正忙着研究施肥吗？回去告诉宗主，全宗搬过来种地，顺便把咱们黑风宗的牌匾也拆了，以后改名叫黑风灵芝堂。成了，这些食物果然蕴含着大道法则，老夫的推算能力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方。让我算算，这林凡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然能种出如此恐怖的灵宝！天道反噬，无命休矣！
莫大爷，你这被雷劈的不轻啊，脑子没问题吧？刘管家，给他灌下去，解解暑，别真傻了。多谢前辈不计前嫌，赐予无上神水。咦，这白菜怎么长得像个太极图一样，变异了？刚好拿来做个炒白菜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味道真不错，明天让老莫他们多弄点这种变异品种。前辈，晚辈有一事恳请应允。血魔宗打算彻底放弃传统血魔功法，全员改修血灵植树，以后常驻万妖山中种地。你们以前不是搞黑社会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要种地了？前辈，您这里的神土比魔窟的煞气还要纯粹。晚辈种了半个月韭菜，丹田里的血煞之气竟然消散了20%，体内的魔功没练自己就融化了。现在我们就算想回也回不去了。行啊，种地挺好的，想种就种呗，不过别挖我白菜地。山脚旁边那块荒坡还空着，你们用那儿吧。是，谢前辈恩赐。血徒，你堂堂血魔宗宗主，竟然甘心在这里做一介农夫。今天本少主便清理门户，顺便一把火烧了你这片破菜地。前辈，这群人要烧你的菜地！大清早的，怎么这么多黑蚊子？吵得人脑仁疼。这是洗叶神泥，晚辈知错了，晚辈想留下来种地，求前辈赐一垄地。血徒，这人你认识，交给你带了，可别让他踩坏了我的韭菜。你听说了吗？天魔宗少主昨天淋了泥雨，当场魔功全消，却直接凝聚了纯阳道基。听说了，血屠宗主现在在3号垄旁边负责登记，我好不容易排到了1700号。血徒，你挺有管理才能的啊，这么多人被你管得服服帖帖。前辈谬赞了，以前管魔修，现在管他们排队淋泥巴，本质都差不多，就是武器从刀换成了木瓢。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谢前辈厚爱。主人进来抚摸那堆烂泥的次数，比给本座梳理衣毛的次数还要多。本座好歹是上古鸾鸟，岂能沦为过气家臣？主人什么时候给你梳理过羽毛？这些泥人具有自主意识，会撒娇，会告状，确实比你会来事。这只母鸡最近精神头不错，今天肯定能多下2个蛋。这大黑牛真是好样的大力士，明天我多给你备些新鲜的稻草。今天格外乖，产奶量都比昨天多了，真能干。大黄啊大黄，你这耳朵最灵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专属天气预报器了。你这只鸡怎么还学会欺负小家伙了？罚你3天不准吃米，去鸡窝里闭门思过。本座堂堂凤凰后裔，竟然被主人为了几个泥巴团子给训斥了。主人罚你禁食3日，那是让你吸收天地灵气，这可是无上机缘。主人随手一捏便创造出有灵魂的生命，此等造化真乃神仙手段。这才像个大家庭吗？前辈，晚辈看您的鞋子坏了，这双是多余的，您试试合不合脚？挺暖和，正好合适，多谢你了，刘姑娘。前辈，如果有人想一直留在这山上陪您种田，您会嫌弃吗？那好啊，这荒山野堤大得很，种地的帮手自然是越多越好。对了，柳姑娘，明天记得把东边那一块荒田用犁松一下。
是前辈，晚辈记下了。这人类丫头刚才明显是情动了，可主人竟然无动于衷，真是个木头。天凤血脉虽然有情结，但在此处结束反倒会化作机缘。主人的大道能够融化一切业障。不错不错，今天下了3个大蛋，等会儿奖你1碗好米。本公主可是堂堂天凤一族的圣女，算了，主人的抚摸好舒服。好一个凡俗蝼蚁，竟敢将我高贵的天凤公主当做家产般圈养，找死！今天的蚊子不仅个头大，怎么叫声还带着重音的？真是奇怪。听闻万妖山有变故，成为诸多魔修汇聚之处。若真是如此，我辈当除魔卫道才是。这些白菜长得倒是出奇的齐整，叶片的色泽均匀，垄沟的间距分毫不差。这地界的土质看着也松松，不像普通灵田，倒像是被什么东西养过一样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本座的衣服。我说老头，穿这么干净就别往地里跑了。凡夫俗子，你可知本座是谁？本座乃昆仑长老玉虚子。我管你是谁，你压坏了我4颗白菜，那可是我种了1个多月，你就是天王老子也得赔我。你说什么？赶紧爬出来干活，不然别想走。这地方处处透着诡异，本座倒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昆仑境出，哪怕你是禁忌之地，也要给我显出原形。这是什么？我昆仑至宝，可照仙人禁忌存在的昆仑镜，竟然破碎了。主子命我等蛰伏3日，全程紧盯林凡一举一动，不得遗漏半分异常。是。玉虚子真的在梵地，且修为不退反进，底蕴深不可测。这根本不是泥巴，这是太古真灵之气。我卡在瓶颈3000年的灵根，竟然突破了。不回去了，谁爱回龙宫谁回。本龙今天开始就是这地里的除草工。盟主，北冥龙族派去万妖山的探子已然当场叛变，扎根万妖山不肯回归。区山野之地，竟能策反龙族精锐，这万妖山的变数远超我等预估。4大势力皆派探子窥探，如今局势失控，我等该如何应对？即刻联络妖皇、龙君、净尘佛子，开启跨界密会，共议万妖山变局。万妖山异象频发，林凡修为日益精进，再放任下去，恐动摇3界格局。我族探子当场叛变，足以证明山中机缘逆天，不可贸然与之交恶。如今局势扑朔迷离，我等必须商议对策，制衡万妖山崛起之势。佛子全程不语，莫非已有定计？世事玄机，需亲往观之，但谈无益。万妖山变局，我亲自下山一探便知。我等就地在此诵经7日，不进院落，不扰清修，只为静待与林施主的佛缘。谨遵佛子法旨。别敲了，大清早的，和尚念经比蚊子叫还吵。把这节干树枝给我养活了，养不活就赶紧带着你的人卷铺盖滚蛋，这比你们天天闭着眼睛念经管用多了。
原来大道不在死板的经文之中，而在天地的生生不息。林书主随手一指，便是无上禅机。佛子，您这是何意？不修佛法了吗？法在脚下，从今日起，随我下地耕作，在这红尘泥土中悟我佛无上大道。啊！我等愿随佛子下地开荒。老静啊，你这活干的是真利索，树修得好，地也除得干净。以后东坡这10亩菩提林就全交给你打理了。记住，别让外面那群吵闹的修士进来瞎嚷嚷，吵得我脑仁疼。晚辈定当尽心打理，不负前辈所托。听说了吗？今天登记入山静坐的名单已经破10万了。只要能进那菩提林，沾上一缕前辈的农道风华，就算把全副身家捐给洗礼中心也值了。大小正合适。穿上这身，你这小家伙瞧着还挺俊。凡人离凡听旨，本太子乃北冥龙君之子敖烈，今日奉父皇法旨，屈尊降贵前来拜你为师，还不速速大开院门，恭迎本太子入内。拜师？我这不收光吃饭不干活的大少爷，想留下也行。看到后山那3亩满是乱石的荒涛没有？去，把那块地给我犁干净，犁不完别来见我。你竟敢让高贵的真龙去犁地！看什么看？你这头阉牛，还不给本太子老老实实的前面拉犁？信不信本太子抽了你的牛筋？这怎么可能？父皇用尽龙族至宝都无法撼动的远古血脉封印，竟然在离地的第3天自己碎了。拜谢前辈点化之恩，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北冥太子敖烈，只有万妖山拉犁老龙。我不走了，打死我也不走了。破了，万古枷锁尽数破灭，林凡前辈的农道当真造化无穷。启禀龙君，太子殿下在万妖山血脉彻底觉醒，修为已连破数重，直达大成级大圆满。说什么？我族3万年都无人能解的远古封印，在万妖山破了！回家，立刻随本军亲赴万妖山，快！修为竟然已经超越了本军，这万妖山的一盆泥土，竟能比得上龙宫万年积淀。龙族敖仓叩谢林凡前辈成全犬子，此等恩情，龙族万世不忘。前辈，北冥龙族今早昭告3界，自愿与万妖山缔结勇士同盟。为表诚意，龙君特派人送来龙宫极品灵泉100坛，已在山下整齐码好，请前辈笑纳。灵泉，听着挺高端的。这水浇地应该挺甜吧？那感情好，快让他们直接挑到东坡白菜地去，别耽误了今早浇水。是。中州仙盟晚辈玄居子携10车9品离宝，100株万年神药前来拜见林凡前辈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带这么大一堆铁瓜的停在我门口干嘛？把路都堵死了！我这等会儿还要在空地上晒谷子呢，赶紧搬走搬走。前辈，晚辈有一事相求，不知我中州仙盟可否在这万妖山险角设立一处仙盟分舵？地有的是，想建就建呗。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这儿的地都是要种庄稼的。你们要是来建房子，就自己去后面开荒，把那些乱石滩子刨干净了再建，千万别挡着我庄稼晒太阳。刘道友，借一把锄头，这仙盟分占的地，本构主亲自来开荒。
一朝开荒，万载因果尽不散，千年坚固，今日一并破除。这万妖山才是真正的诸天大道戊土啊！本盟主以仙盟至高令谕宣告天下：自今日起，中州仙盟总部即刻迁址至万妖山脚下。盟主，万万不可呀！仙盟立足中州10万年，底蕴根基皆在彼处，无故迁址，不仅动摇仙盟根基，更会沦为天下笑柄啊！动摇根基，尔等若是不信，大可亲自用双眼来看看这片土地。这锄头里有通天造化，我的天劫桎梏破了。盟主圣明，这地里全是大道真理，谁敢反对迁址，老夫第一个废了他。叫什么叫？嗓门大了不起啊！赔我的黄豆！前辈息怒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晚辈这就给您把黄豆一颗颗捡起来。捡干净点儿，少一粒，我拿你屁股当垫脚蹬。捡完了，赶紧去后山，玉虚子他们正在翻地，你也跟着翻3亩地，不翻完不准吃饭。是，晚辈一定捡得干干净净，一定努力种地。魔煞化本源，道基提纯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惩罚。这田地是我魔族突破天仙的万古造化之地呀！前辈，晚辈自知罪孽深重，不配回魔界，晚辈自愿留守万妖山，终生为您耕作，除草浇肥，只求前辈开恩收留。想留下来当长工可以，但我这儿可不养闲人。以后在山里别整天把本座杀你全家这种话挂在嘴边。我这是模范农业复贩区，讲究和气生财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晚辈以后就是万妖山最和气的农民。石田兄弟，你来的晚，是小辈，得先从最基础的学起。看见那2桶有机肥没有？这地里的黄豆要长得好，有机肥可比什么狗屁灵丹妙药强多了。没错，这可是用后山神猪牢的粪便发酵了749天的极品。好好干，学会了挑粪，你才能在这万妖山站稳脚跟。我的天，2重境界，老夫卡了300年的瓶颈，连破2重，我的浑身筋骨全被重塑了。天凤血脉，天凤血脉第5重竟然直接觉醒了！毕生血煞业障尽数清零，道基化育，多谢前辈无上馈赠。不就是一碗自家磨的黄豆粥吗？瞧把你们激动，好喝就多喝点。是天道友，我出10条极品灵脉，求您卖我2粒黄豆吧，我真的急着突破啊！哼，滚一边去！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本农夫规规矩矩排队。
世天道有，地脉通了。我万妖山淤撒了数万年的乾坤地脉，全被这些黄豆根系给强行扎通了。这根本不是在种地，这是以黄豆为经络，硬生生为整座万妖山重塑仙骨，盘活三界的大道根基啊！前辈、晚辈二人刚刚勘破玄机，这片黄豆田神妙无穷，正在为整座万妖山疏通经络，重塑地脉大道。前辈手段通天，晚辈叹服。什么疏通经络？你们这些出家人就是喜欢整这些玄乎的，我就是看这豆子根扎得够深，生命力挺旺盛的。既然长势这么好，明年啊，咱们多搞点种子，把山后边那片没人要的荒山也全部种满黄豆。真是活见鬼了！这几天天天拔萝卜，竟然累得连幻觉都出来了。师兄，那可是传说中能打破修行桎梏的地脉细商灵萝卜啊！随便抢一根，咱们就能突破大成期了。你不要命了？没看见那位存在看似普通，但他随手一耙子下去，虚空都在寸寸开裂吗？老老实实待着，敢往前走一步，咱们当场神魂俱灭。1万极品灵石，谁也别跟老子抢！这根地脉萝卜能让老子当场突破大成期！放屁！老子出5000灵脉，这萝卜是老子的。吵什么吵？修仙把脑子都修坏了吗？以后我这里的黄豆和萝卜一颗灵石都不要，想要蔬菜一律给我拿锄头去后山开荒拔草挑水，拿积分来兑换。你这大狗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天天在我窗户底下念咒，还让不让人睡个安稳觉了？这下看你还怎么念！给我在院子里好好反省反省。这是沾了听天神兽顿悟道运的天道面丹，老夫拿3件本命法宝换这一块。滚开！老子先看见的，这是老子的通天机缘。得，这没睡好觉，幻听刚结束，幻视又来了，以后必须得早点睡。谁家大半夜不睡觉还在锄地？奇了怪了，明明听到有动静，连半个脚印都没有留下。
我是不是该去镇上找个大夫看看？这幻视幻听越来越严重了，连泥巴都会发气了。大半夜的，你抽什么风？地底下有东西在动，不是虫，不是根，有脉动，活的。确实有东西，很深，至少300丈以下，动作很轻，像是在巡逻。有结界，不是妖族的，也不是人族的，纹路比本座见过的所有阵纹都要古老。不管是什么，只要不惊动主人，咱们就装不知道。柳姑娘，你昨晚有没有听见是什么动静？晚辈昨夜在营地打坐，未曾下山。前辈，地里出了什么事吗？也没啥，就是觉得这地好像自己会翻自己。前辈，这土比昨天厚了半寸。还真是，奇怪，我这儿也没往外运土啊，怎么自己长高了？你拍什么呢？底下有虫。你是说底下有朋友？得，这地底下怕不是有温泉，连土都是热的。老柳，你感觉到没有？应该是地脉灵气在自行流转。前辈这土地肥沃得很。肥沃是肥沃，就是老觉得底下有东西在动，搞得我干活都不得劲儿。嘿，底下的，你要是活的，出来透透气呗。不会吧？还真有回应。地下的脉动，今天比昨天快了整整2成，而且每次主人跟土地说话，那东西就会回应。那东西是活的，而且灵智不低。那还等什么？趁主人睡了，咱们下去看一眼，不就知道了？不行，地底有结界，以咱们的手段撞上去，动静太大，保不齐惊动主人。我有一法，用4象锁元阵，把地底的灵压biến动锁在100丈以内，不让它往上窜，这样主人就感觉不到了。动手吧，趁主人没起夜之前干完。压到200丈就行，别碰到那结界的边缘。稳了。啊，怪了，昨晚睡得真好，一点动静都没听见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不影响我收菜。万妖山地脉重启了，那条老东西的结界被什么东西从上面凿穿了。去查万妖山最近来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，尤其是住在那座木屋里的那个。是。大人，查清楚了，万妖山确实有异动，大量下界修士聚集在山脚开荒种电，还有几大妖族的探子滞留不归。住在那座木屋里的是个自称林凡的年轻人。自称？他什么境界？探不出境界，所有手段落在他身上，都反馈出同一个结果：凡人。没有灵力变动，没有神魂印记，连寿元都只有区区100年的痕迹。凡人能坐在那条老东西的头上种菜，你信？
不信，但所有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那条老东西沉睡了7万年。当年上界花了多少力气才把他封在万妖山底下，就是怕他醒过来。现在一个凡人坐在他脑袋上刨地，他不但没翻身，反而主动配合。你亲自下去一趟，不必惊动任何人，看看那个林凡到底是什么路数。是。结界比想象中强，灵体形态勉强能挤进来，实体想落地怕是会触警报。凡人，一个凡人在这种地方住得这么安稳。奇怪，那片灌木怎么绿得发亮？他碰到我了。这土今天怎么冰冰凉凉？昨晚下雨了？这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碰的是什么境界的东西，但那股气息确实是从他体内溢出来的，他没有刻意收敛，只是自然的散了出来。他体内容纳的东西深到我不敢再探第2遍。目标确认，深不可测，建议上界暂勿介入，待进一步观察。白菜开花，这都入秋了，怎么还开花了？这白菜成精了！前辈，您在看什么？柳姑娘，你过来看，这棵白菜开花了。前辈，这白菜很特别，是您特意种的？哪有什么刻意，就是正常撒的种子，就这棵自己长成这样了。你说它是不是变异了？可能是土地特别肥沃的原因。我也觉得这地越来越肥了，就是太邪乎。老柳，你过来看看，这地方出水了。前辈，这是温泉水，而且水质极佳，比山下灵泉还要纯粹。还真是热的，大秋天的能泡个澡，倒也不错。刘施主，那泉水里溢出的气息，不是寻常太热，是地脉核心的精元被什么东西激发出来，顺着岩层裂缝溢到了表层。前辈一敲下去，就捅开了地脉的阀门。这要是换了旁人，就算把整座山挖空了，也未必能找到一丝缝隙。不是前辈找到了缝隙，是地脉主动把缝隙送到了前辈的锹头底下。老柳，这水挺好的，回头多挖几个坑，引到山下，让那些排队的人也泡泡，免得他们坐在林子里干等，冻感冒了不好。晚辈这就去办。这泉水能洗脉！泡完了赶紧起来换下一批，别赖在池子里不走，排队的还有300多号人呢。你们几个是约好了的吧？昨天1朵，今天3朵，明天是不是该9朵了？这地也太热情了。
呀？白天开的那几朵，也是你吧？我这到底是地里长了东西，还是我脑子长了东西？姓名、宗门、来意。锦鸾、散修，来泡温泉。脸生，新来的，去那边领号牌，泡完直接走人，别逗留。好精纯的本源气息，比上界寻常灵脉的品质还要高出一截。这东西确实是那条老东西溢出来的。施主，山上夜路不太好走，不如在山脚歇息。大师认得我？不认识。施主身上的气息跟这山里的气息不太一样，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我只是想上去看看月亮，万妖山的月色听说很美。月亮在哪儿看都一样，山脚下看也是那一轮。他又发现我了，但跟上次一样，他看不出我的本质，只觉得这边有人。这又是什么品种？我种的好像没有这玩意儿。这像是灵植，但不是寻常灵植，它身上没有灵气的味道，反而更像是泥土自身的味道。得，我这幻觉越来越高级了，还带画面呢。你派了2次探子下去，什么都没查清楚，反倒打草惊蛇。上界那边已经有人问起来了。不是打草惊蛇，是那条东西自己醒。我派下去的人连山腰都没爬上，就被地脉排斥了出来。那条东西沉了7万年，怎么会突然醒？因为有人坐在他头上种菜，而且他不但没反抗，还主动往地表输送地脉精气，像是在讨好那个人。那个人是谁？林凡。凡人？你信？我不信，但所有探子的反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他身上没有灵力，没有神魂编动，没有境界痕迹，甚至连灵根都探测不到。这要么是真凡人，要么是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存在。上界那边的意思是，不能放任不管。那条老东西当年能封住是运气，万一他彻底醒了，3界挡不住他爬起来。那派大军下去剿灭。先派人下去接触，看清楚那个林凡到底是什么，再决定下一步。这次我亲自下去。既然上面那个人是种地的，那我就以种地的身份去。姓名、宗门、来意。亲娘，没宗门，听说山上种地能换菜，想来试试。种地？你会种什么？以前在老家种过豆子。去3号垄找老莫报道，他那边缺人手，干满7天能换1颗白菜。你就是新来的，看着手挺细的，干过农活吗？干过，豆子、麦子都种过。那你先除草吧。垄沟里那排细叶子的是草，粗叶子的是豆苗，别除反了。
连地脉都在护着那家伙，他到底是谁？干得不错，明早到地雕来领今天的工分。莫前辈，我想问一下，山上的那位，你们叫他前辈，他平时都做些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喂鸡、种地、修篱笆、晒被子，跟普通庄稼汉一模一样。但就是他做的那些普通事，让整个南域的修士都跑到这儿来种地。他有教过你们什么法术吗？法术他没教过，就是每天看他挑水、浇地、除草，看着看着，瓶颈就松了。整片菜地的垄沟间距分毫不差，连拐角处的弧度都一样大，像是用尺子量过。而泥土的湿度均匀，从东到西没有一块干一块湿的情况。这不是随手种出来的地，这是有人在精确控制每一寸土地的闪水量和松软度。能做到这种程度的，要么是地脉高手，要么是那个人亲手一捧一捧调出来的。新来的？昨天刚来。干得挺利落。以前种过地？在家乡种过几年豆子。那正好，后面那块黄豆地缺人，你明天去那边帮忙吧。这边垄沟太窄了，你个子高，蹲着费腰。好。对了，中午要是干累了，去山脚温泉泡一泡，那水不错，解乏，不收钱。新来的，3号龙那边转过来的。是，林前辈让我来这边帮忙。那你把那几笼的土松一松，别太深，1寸半就够了，太深了伤根，太浅了不透气。你知道的很清楚。我刚来的时候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，现在闭着眼睛都能闻出哪块土缺水，哪块土缺肥。这不是种地，这是在用植物根系织阵。新来的吧，喝碗茶驱寒。多谢大师。干活累不累？还行，比想象中累一点，但也比想象中有意思。是啊，这里的地每一寸都跟别处不一样。大师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小半年了。刚来的时候我还穿着袈裟念经，现在穿的是粗布短衫，经也还在念，但不用嘴巴念了。不用嘴巴念，那用什么？用手。锄头落下去的时候，心就静了，比敲木鱼管用。灵力能激活它，但激活之后，它只会顺着原有的脉络走，不会改变方向。这意味着，这个阵法已经成型了。每颗豆子、每颗白菜、每根萝卜，都是这个阵法的结底。上界那些人还不知道，他们面对的是什么。老柳，刚才是不是地震了？咱们这山不会是要塌了吧？前辈，不是地震，是您种下的黄豆彻底贯通了乾坤，咱们万妖山的地脉彻底通了。什么通不通的？一天天整这些神棍词，没他就行。这土地在回应，地脉有了灵智，他知道无上存在林凡前辈正踩在他的头顶。这地现在真是越来越邪乎了，种什么长什么，而且长得还特别夸张。
行吧，既然你们这么给面子，那我就继续种，多种点儿，回头收了，让山下那些人尝尝鲜。下回该不会连菜都会说话了吧？放门口就行，一会儿我自己翻。前辈，您这篱笆用了好几年了吧？好些地方都松了。凑合着用，等这批黄豆收了再换新的。要不我帮您修修？我以前在家也扎过篱笆。那股情好，正好我这手头木桩不够，后院还有几根老竹竿，你帮我劈一下。越靠近他的院子，地脉浓度越高。他不是被土地滋养，他是站在土地中央，用自己的气息在反哺这片地。你老家哪里的？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。山那边的，很远。跑到这儿来种地，家里人放心吗？就我一个人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辛苦了，你等一下。自家晒的野菊花，解渴。这不是野菊花泡的，这是被地脉养出来的草，泡的水比上界低品灵茶还要养人。他天天喝这种东西，难怪他的气息连我都探不透。很好喝，谢谢前辈。我叫林凡，喊名字就行。昨晚也没喝呀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你们长得好，不用天天提醒我。你那白菜还没收呢，都长了1个多月了。急什么？我这不是在给它施肥吗？不一样了，这菜叶子比上个月添多了，而且我丹田里的灵脉在动。确实不一样了，这白菜里多了点东西，像是地底下有什么东西顺着根系渗上来了。你拔它干嘛？还没到收的时候。老殷说这菜不对劲儿，我想看看根。啊！这是什么？我种了这么久没见过这东西。是地脉的精元凝成的。这颗白菜的根扎到了有地脉裂隙的地方，把溢出来的精元吸上来了。那这白菜算不算极品灵芝？极品？你管这玩意儿叫极品？这要是拿到外面去卖，整个南域的修士能把山脚的路踩踏3遍。你们这些菜啊，比我以前抢的那些灵宝还金贵。好好长，明年多结几颗。
7日观察总结，目标林凡，外表完全符合凡人特征，无灵力波动，无境界痕迹，无神魂异象，但他周围的地脉活跃度，以他的居住点为中心，呈环状递增。越靠近他，地脉活性越高。初步判断，目标本身不具备操控地渊的能力，但地妹正在主动响应他的存在。另有一条重要线索，地底那条老东西的活性和地脉的编动曲线完全一致。当目标靠近菜地时，老东西的脉动会加速；当目标远离时，脉动会回落。初步判断，老东西在主动追踪目标的位置。那条老东西是在跟踪他，还是在保护他？目前无法判断，但有一条可以肯定，老东西愿意为了目标向地表输送地脉精元，这是他沉睡7万年来从未有过的主动行为。你当年被我们封在3界地底，说好了永远不信，现在为了一个凡人，自己把地脉捅开了。传令下去，准备第7号预案。这露水怎么是蓝色的？我是不是该把这片地送出去给人研究研究？前辈，您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露水有点怪，蓝色的。地脉精元已经溢到地表了，那条老东西快醒了。可能是地底矿物质渗上来了。这边土壤里含的东西多，有时候会变色。你说的对，土嘛，什么颜色都正常。老静，又打坐呢？那叶子挺好看，给我一片呗。前辈若喜欢，晚辈回头给您摘几片新叶。逗你玩的，我拿去也是当柴火。阿弥陀佛。老静，你这什么时候多了棵树？昨晚刚种的。你昨晚悟到东西啦？柳施主，我以前总以为悟道需要闭着眼睛苦思，昨天那片叶子告诉我，道不是想出来的，是走出来的。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天这么冷。你这是给我打招呼？地底下那个是不是你？你们7个的令牌里各封了一道禁制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激发。目标是摸清林凡的底细，不是动手。是。他身边有4大妖，还有上界派下去的探子，不必跟任何人接触，只管看，只管信。
垄沟间距误差不超过半寸，这不可能靠目测，这是有人精确控制过的。施主，林子里没有空位了，要歇脚去山脚茶棚。大师，我只是进来看看，这林子的树长得真不错。树是好树，但施主不是来看树的。又来了一批。这山啊，越来越热闹了。菜地垄沟间距分毫不差，土壤湿度均匀，所有作物的长势都齐平，不考虑人工因素的巧合可能。黄豆田地下有针，根系分布规律异常，不像是自然生长，更像是有意布设的地脉阵法。菩提林边缘有一棵新栽的菩提苗，栽下去不到12个时辰，已经抽出了3片新叶。正常菩提从栽种到发花至少需要3日。山脚温泉的水质分析过了，含有极浓郁的地脉本源，浓度是寻常灵泉的100倍之上，且温泉水温稳定，流量持续增加，说明地下有持续活跃的热源在提供能量。那间木屋我没敢靠近，篱笆墙周围的地脉活性比别处高出数十倍，且能感知到数道高等级灵石在暗中保护那处院落。确认了4大妖的位置，鸾鸟在鸡窝，牛魔在牛棚，白泽在羊圈，敌定在门口，全部维持伪装形态，但波动都在大乘期以上，无上界干涉痕迹。汇总一下，目标林凡，外表凡人，实际要定，地脉超高活性，呈环状分布，核心点在木屋，地下存在未知热源，且与地脉关联度极高。伪装单位4大妖，上界探子1名，其他势力探子若干。初步结论，此山异常程度超出预期，不可轻举妄动。7名探子全天探查，整片山脉地脉全部以林凡小院为核心流转，地底太古鳌皇每一次脉动，都在向地表输送本源精气。当年上古诸神合力，以万道封印镇压太古鳌皇，言他苏醒便会崩碎3界皆根基。如今他主动匍匐在一介凡人脚下，此事已经超出所有上古记载。传令，召3界所有顶尖大能齐聚虚空议事台，即刻下界，不可迟。是。前辈，山下所有修士全都感知到了，整片山的地脉在朝拜您。什么朝拜？就是泥土湿气重，把菜叶子压弯了。对了，中午蒸白菜配豆浆，喊上青娘、老静他们一起吃。上古风鳌诸神后裔，携3界众大能，特来拜见道主林凡。道主，你们是不是找错村子了？这山上就我一户人家种地。哎，你们别乱讲啊！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回家种田的凡人，哪是什么诸天道主？我从小就在这山里过日子，天天喂鸡铲屎林地，真没什么通天本事。你们绝对是认错人了。天地祥瑞不断，南域地脉朝拜，诸天神兽伴您左右。这一件件一桩桩，皆是万古大道的无上佐证。前辈，您就不要再自谦了。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这衣服都破了好几个洞，地里种的这些白菜萝卜，全是我每天辛辛苦苦浇水施肥才长出来的。我顶多也就是做饭比别人好吃点，哪里担得起你们口中什么拯救3界的无上高人？求求你们快起来吧！前辈返璞归真，游戏红尘，真乃大志。龙族愿献上10组龙珠，只求留在前辈座下，为您耕田履地。求前辈收留，我等愿为前辈当牛做马，终生耕作。我的天哪，
这天底下的修仙者，脑子怎么全都坏掉了？万道开花，太古敖皇现世！前辈，您还说您只是个普通种地的？这他妈让我怎么解释啊？我真的只是想安安静静种个地呀。